我现在面前的是华为刚刚发布的他们全新的第2代血压检测手表，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我们这次呢拿到的是一个白色版本。我们给它打开，这个是一沓说明书。这边首先这里有一根 M 码的替换气囊表带，这里有一个无线磁吸充电线，有一个测量你万维尺寸的标尺。然后我们来进入这款手表的本体。浅金色的表盘，然后侧边有一个 Digital Crown， 有一个数码表冠。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侧边按键，这面按键大家可以自定义比如说默认出厂就是一个快速测量血压。表盘的顶部和底部边框是要比较宽一些的。这个表带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素皮材质，去模拟皮革纹理，上边是有这种类似于仿皮革的荔枝纹的纹理，同时呢，两边还有这种缝线的设计。然后我们给它打开，这里是一个蝴蝶扣。然后我其实也拿到了碳黑色版本，侧面边框和包括表盘的这个边框呢，整体上来说都要偏深空灰一些。黑色的表带呢，它是类似于运动表款，大家能看到吗？在你第一次上手佩戴这款手表的时候，一定要先使用它这个测量标尺，先去测量一下你的手腕。我现在万维大概测量出来呢是14和15之间吧。那我们就把这个表扣给它推出去，大家看，我们把这个蝴蝶扣给它扣紧。日常如果你想测量血压的时候，我只需要按右下角这个键，我点击测量。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它会提示你保持手臂和胸口、心脏是角度平齐的。它现在开始加气儿了，我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就是有一个人握住我的手腕一样，松气儿了。大家看我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10，低压是84。大概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先说一下从1代到2代升级的改变首先外观改变了，屏幕从前代的竖向窄屏幕变成了这一代的圆角方屏幕，表盘的内容布局和华为其他手表更加接近，各个页卡中的功能也更加完整。第二，增加了数码表冠可以在手指不遮挡屏幕的前提下，通过表冠放大、缩小屏幕的内容，或者实现屏幕的上下滚动。第三，电池增大了，但是因为传感器等硬件部分的改变，日常续航从前代的7天减少到现在的6天。如果开启 AOD， 也就是息屏显示的话，续航会缩短1半的时间。如果你再开启动态血压监测的话，续航会缩短为1天。充电时间更快了从前的150分钟充满，缩短到2代的120分钟充满。第4个升级，2代手表配备了扬声器，终于支持接打电话了。不能打电话是很多1代用户很抱怨的一个点。对于第1代手表来说呢，因为没有扬声器，所以它只能挂断电话或者回复短信，不能接听。而对于第2代手表来说，它现在有扬声器了，所以就可以接打电话了。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语音快速拨打电话联系家属，打电话给10010。您好，欢迎致电中国联通。另外呢，随着扬声器的加入，这一代不只能拨打电话，也可以播放音乐呀、播客呀。但是我其实希望华为能够加入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当我在测完血压之后，能够通过扬声器大声的朗读出来。第5个升级，表带宽度变窄有人说表带宽度变窄，这难道也是一个升级吗？还真的是一个升级，因为 Watch D 系列它的表带内部是有这个血压气囊的缘故，所以说它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不足就是透气性不如普通的那些手表的表带，而越宽的表带，那么在炎热夏日就会让更多的皮肤面积出汗，所以这次表带变窄还真的就是一个升级。我实际佩戴的一个体验这款血压表日常佩戴舒适性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呢透气性还是一般，秋冬佩戴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夏天，或者说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全年那个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这个时候里边有一层气囊，外边再有一层橡胶，如果这个用户本身再加上是一个出汗的体质，日常佩戴可能就会出现出汗湿疹这样的情况，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6个升级Watch D2 支持了表带快拆也就是说我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连着气囊的表带一起拆下来，并替换上华为官方的普通表带。因为 Watch D2 本身它是需要表壳像那个气囊里边加压充气的，所以说表壳上它有一个气嘴儿，而华为官方这套新出的表带就是可以在替换气囊表带的同时将这个气嘴儿实现密封。现在来对比一下这2根表带的一个厚度，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把这个气嘴儿和它进行安装。当然了，这根表带就不能进行血压测量了，这就佩戴上了，然后我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比刚才那个轻松愉快多了？这个升级，我认为对于Watch D 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升级，让这个系列可以作为一款日常的智能手表来使用。当然了，测血压的时候呢，你需要把那个表带再替换回来，来回这么折腾有一点麻烦。但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是，比如说你就在夏天的某几天天气比较高的情况下，你来回折腾一下，稍微麻烦一点，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佩戴全天不舒服，很容易出汗，那这对于很多用户是没办法接受的。二代手表第7个升级，则是在血压测量的过程中加入了新的算法，也就是说，华为实现了动态测量血压。简单描述呢，就是在前代1代上，你只能坐着来测血压，而现在无论是坐着、站着，甚至是躺着，都可以实现血压的监测了。当然，虽然可以站立测血压，但还是建议大家在测试前的5分钟之内，最好能保持一个休息的状态，就是你不要运动，这样你测出的结果更有参考价值。至于很多用户很关心的准确性，我分3次，每次间隔10分钟测试血压，而且对比了传统的那种手臂式的血压计，高压和低压差值，大家看一下结果啊，基本都控制在5以内，准确度和稳定性都是相当不错的。这款手表这次华为拿到了2级医疗器械的认证，所以说准确性上来说不用太担心。那么问题来了，动态测量血压有什么用呢？Watch D2又适合哪部分用户呢？是不是我只要有高血压，我就应该买这款手表呢？首先，我的观点啊，如果你本身已经确诊了高血压，而且能够自觉的定时的测量血压，按时吃降压药，那么 Watch D2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对于这部分用户，一个100多块钱的臂式血压计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了。那么华为 Watch D2适合哪部分用户呢？我认为核心应该是2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需要测量动态血压的那部分群体。这一次 Watch D2上新增了动态血压测量，也就是说可以24小时全天多次的去测量血压。当你开启动态血压测量之后呢，可以设置自己上床睡觉的时间，以及起床的时间，从而区分白天测量和夜间测量的时间间隔。比如说，默认白天它推荐的是30分钟测一次，夜晚呢推荐的是每1小时测一次。到达测量时间，手表就会提醒你啊，准备测量了。现在我设置的是自动开始测血压，然后它刚才手表震动了一下，现在就开始测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就把这个手表位置摆在胸口的位置，它现在已经开始加压了。然后如果我把这个白天测量方式改成手动点击测量，给大家看一下，它就到时间提醒我。然后呢，你如果这时候想开始测试，那你就点击开始测量，然后就告诉你放在胸口。这一点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比较适合可能用户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测量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站立测量，也可以平躺测量。在更专业的医院诊断当中，专门有一项就是动态血压监测啊。患者呢会发一个这种盒子啊，首先固定在腰部，然后从这个盒子里呢接一根管子，接到手臂上的一个魔术贴，然后进行24小时监控。也就是说，到时间了，这个就自动开启测量。医院这种盒子呢，首先白天啊它就会比较显眼，对不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比较累赘，而现在这个功能都融入到一个小手表当中，佩戴1天就能够完成测试。好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使用Watch D2来测试的动态血压报告啊，我这个有效次数是25次，24小时平均值。然后有一个白天均值，这里会有一个动态血压趋势图，然后这个24小时血压它会给你一个最大值、中位值、最小值、均值，白天时段血压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数据。然后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动态血压报告发送给医生，这个位置你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医生。那么问题又来了，那睡眠测量血压是否会影响睡眠质量呢？我实际测试还是会影响啊。你想啊，它会加压嘛？你可以脑补一下，就是你本来睡得正香，突然刘亦菲那个小手啊，就缓缓的攥住你的手腕了。而且我不得不说啊，就刘亦菲的手还是挺有劲儿的。但是相比于传统的那种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这个对于睡眠的影响呢会缓和很多。接下来我来说一下谁需要测量动态血压这个问题啊。医学上目前明确呢有3个群体，第一种叫做白大衣高血压，患者在家血压是正常的，但一去医院呢就紧张啊，血压就开始飙升。在这种情况下，测量动态血压就更能够反映出真实的数据。第二个群体呢，叫做隐蔽高血压，它其实和第一个正好相反的，一去医院呢，这个血压就正常，一回家这血压就上升。第3个群体呢，就是刚刚被确诊高血压了啊，刚刚开始吃降压药，
但是因为降压药的剂量不同，会明显的影响血压高低，所以多日多次的测量血压能够帮助医生对降压药效有一个更好的判断。以上就是医学上最常见的3种动态血压测量环节啊，也就是说第一类最适合入手这款产品的用户。在这里我要插播一个小功能啊，就是这次 Watch D2也是华为手表全系中微体检项目最全面的。你大概只需要几分钟的测试吧，它就会给你生成一个包含血氧、血压、心电图、心率等等多项指标的一个小小体检报告，而且这一次是可以测量呼吸、睡眠暂停了。其中血压的这个微体检是其他华为表款所不具备的啊，因为它是血压表嘛。那么接下来我来说一说，我认为这款产品真正适合的，也是我想推荐给的第2类人群，就是那些不在乎或者说不重视高血压的人群。我身边真的是有太多这样的长辈了，他们不知道高血压恐怖的破坏能力。我爸就是这样，他本身就是高血压，但是经常会出现一吃降压药，然后血压正常了，就自己把药给偷偷停了。之后他也不测血压了，然后等下次头晕了，然后再一测血压又高了，我一问吃降压药了吗？我爸说最近没吃，真的最近没吃这4个字就像噩梦一样困扰着我。对于这部分用户，我认为动态血压手表的价值其实会更大，因为手表嘛，就是它相当于把每天你早上起来，然后固定时间坐在那儿，然后对吧，摆好姿势去测血压，有点麻烦的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很动态、很灵活的事情，对不对？你想手动测量，你就按一下这个按键，你就可以测量了。你也可以设置自动测量，到时间了，它一提醒你摆个姿势，测量完毕了。其实相比于动态血压监测，我认为让有高血压风险的人真正认识到高血压的存在以及危害，才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高血压这个事儿啊，它最恐怖的点就在于你平常看这个人完全没事儿啊，就你想啊，感冒发烧，这个人还会难受呢。但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平常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不适感，但是一旦出现生气啊、急躁啊、情绪激动啊，或者在家里一次不小心的跌倒啊，或者说喝了一次大酒，就很有可能把这个人直接带走了。高血压、高血脂一旦以心梗、脑梗的形式出现，它的破坏力其实要比其他很多症状都更加可怕。现在很多癌症只要早期发现都可以彻底治愈，对不对？但是高血压如果它真正发作的时候，那个危险程度还是很高的。而且高血压有一个很麻烦的点，就是即使你及时的救治了，抢救回来了，没有危及到生命，但是很多病人也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这是大家最常见的一种，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脑梗的过程中，它破坏了这个大脑，会让病人性格产生巨大的变化，就变得特别的暴躁易怒。不仅病人本身非常痛苦，陪伴他的家人更痛苦，而且这是一个数以年计的更痛苦。所以我对于高血压的理解啊，相比于其他的很多疾病，它其实更容易控制，但是如果你忽视它、轻视它，它的危险不比任何一种其他疾病更低。所以华为这款手表呢，其实我认为更适合我刚才提到的第2类用户，就是对于高血压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甚至抗拒承认自己有高血压的潜在风险。让这一部分群体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高血压的存在以及危害，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